王太你好大家周日早上好。啊，又是一个哇，阳光不能说灿烂吧，今天是非常明媚哦。明媚，哎，很好，然后又很安静的周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听上去玄学的话题，就是昨天我们一家3个人都许了个愿望，一人一个吧，互相都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啊，认识一个略懂风水啊，不能说略懂啊，很懂啊风水啊八字啊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呢说昨天呢，也就是2026年6月13日的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呢，是什么日子呢？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我听你说过了，我知道了。哦，是这么多的巧合。叫马年、马月马日、马时所以呢，马又是比较火的啦。我想有懂的朋友应该会懂，就是它是比较旺的，它呢又比较适合不论是你是年月日或者是出生的时辰里面有猪有这个狗羊这样的人会对你愿望吧，如果你许下一个愿望它的效果最强。OK， 要对着一个房间的南边当然了，我们从小接受所谓的科学教育吧无神论对，无神论长期的无神论这个整个生活的环境呢，宗教方方面面从小就被斥之为叫什么封建迷信。对吧？我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对，不论是我们我们的小孩我们的朋友这个教育真的是很好就是一说到这些关于玄学的，一般呢都是大皱眉头，极度的抵触，甚至于有生理的不适不可否认吧？王太你有没有？以前是有的，但是这几年生在马来西亚之后，我觉得对这个事情已经比较拥抱它吧。是的。那么呢，我呢就觉得，既然是很多人相信有它的道理。再说呢，我们得要虔诚一点 ，humble 一点这个事呢也不坏。我呢还是在犹犹豫豫，直到呢朋友到了昨天呢，这个时候呢又发一个提醒让我很觉得应该去做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可不是说，你去许个愿好像你就能达成我的抵触呢，一方面来自于刚讲的科学教育第二方面会觉得说，那许个愿不就是发财吗？或者什么身体健康很俗套cliché然后呢，再有，就是有这么灵吗？如果我的愿望达成了，那么其他人每个人都达成，这个高一个维度的存在是不是太忙了一点会不会有抵触的呀？互相之间冲突的。不过我朋友说什么呢？他那个上面写他说你可以借用这个机会想一想你如何感恩你现在的生活，对吧？然后清晰的描绘自己的未来的目标。我觉得这2点其实是很难的，而且很有意义的。这不就有点像那个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icient People 里面的这个 Begin with End in Mind 吗？那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说的？就是 Seven Habits 里面大意就是指，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在死的时候，你的墓志铭上你希望写上怎样的字，或者说你终结完一生之后，你希望用什么样子的形容词去概括你的人生，对吧？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终点的一个达成的成就。那如果你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你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把这个目标实时放在你日常的行为当中，这叫 begin with ending。 OK， 以终为始，对吧？也是乔布斯说他每天起来都把这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那你做的一定是冲着目标去的。好，那么我们3个人呢没有想到首先我跟小王讲他也愿意他在客厅的南方，但是小孩我是没想到很快2秒钟就许。我说你真的许完了好了就走了，好吧我也不知道他许了什么。我呢在厕所的南方我许了个愿，王太呢在房间的卧室的南方也许了一个愿。那我们就可以来讲讲我们俩的一个体会吧我讲的蛮多了，王太要不你能分享吗？能分享的你可以来讲一讲。我就将信将疑，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的话，我一开始没有懂它的意义，直到我根据你的手机的这个方向指引，你帮我精确的算了一个位置之后，然后开始许愿之后，我突然之间有一点顿悟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许愿其实是让你回顾你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你最想达成的事情是什么，好像是重新梳理一下。是的，那对我来讲突然间又觉得好难这个是吧？好像觉得人生的杂念是很多的，那我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也很难要挑一个吧。很难又跳，但是又很快就有几个词很清晰的就砰砰砰就跳出来了然后你要不要去排序？没有任何需要排序，我就根据它跳出来的这样一个顺序，我就把它
许愿了。而且他强调是要清晰的目标，对吧？清晰的目标。那你能跟我们分享吗？我觉得是希望健康快乐，然后有稳定的这样一个收入来源，在马来西亚开心的过日子。哇，太好了！他其实还有个要求，他说你可以感恩一下你现在的所得嘛？有没有？我也感恩，就是我非常感恩自己来到了马来西亚，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哇，讲到有点激动哎！哇，我觉得我们两个做的很好啊！我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一个瞬间，你想到自己愿望，然后紧急开始梳理之后，砰砰砰跳出来是这么即时的，然后这样一个答案。我也没有想到，我这种以前这么爱钱的人，对吧？以升职加薪为这个人生终极目标的人，现在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在这边很珍惜这里的生活机会。我觉得我跟你的愿望啊是完全是有相同的地方，然后这可以加强。真的吗？然后呢还有互补的地方，就是我把它舍弃了，我没有放进去的，你把它放进去了。怎么说？好，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首先要这个感恩嘛，我跟你一样的，我也是感恩我们能够做出这个选择，甚至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根据我的这个出生年月啊，他跟我算，他就说你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很冲的，但是呢，一般呢在时空啊方位上如果进行切换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避开这些冲，就说那一年对你是比较不利的。我说对呀，2023年你看1月22日，我们是年初一，是不是在农历的第1天我们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就改变了方位嘛，对吧？对。那么 OK， 我也很感恩，就是到了马来西亚，然后种种的过往，哇，瞬间咻的一下，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很多影片一下子闪回了一下那种感觉，那我也就很感恩现在的生活嘛，这个是跟你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加强。好，接下来我跟你的观感也是一样的，哇，你说要许愿啊，我们一般问朋友很简单，如果我们只是在文字上沟通，你的愿望许一下，大家一定会说，或者开玩笑的时候一定会说我要发财发财，来财来财。第一想到的就是要赚钱嘛，自然而然的。很多朋友讲到第一就是赚钱，有可能是华人思维，有可能是什么上了一点年纪的，可能经历一些事情，他有可能说我要健康，好像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在我还是要想一个清晰的未来，那么你就告诉自己，你一定要有一个顺序，一定要有一些舍弃。我很快又跟我们3-4年前来马来西亚时候做的人生排序是一样的，我很快就是把赚钱排到很后面去了，或者想如果只能一个的话，我不会把它放到上面。你老兄脑子果然比我好用，完全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思考过程。既然那个东西能实现，代表那个最强，那个最强的话，我就不能说什么都放嘛，对吗？一揽子计划嘛，分散了风险，也分散了收益嘛。好，那么到底什么对我们更加重要呢？我还花了一点时间后来我想来想去，哇，我还是很感恩是什么呢？就我们当年的排序的第一还是第一，排序的最末，像赚钱这些东西就还是最末我的第一呢，我还是2个字，就是自由自由，自由。那么具体怎么讲？他不讲要清晰的愿望吗？又给我们增加难度啦。我就还是这2个，我觉得要身体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身体的自由，你要包括健康的不受到约束但愿不会再受到约束。心灵的自由就是过上一种让自己大欢喜的全家和和融融的家庭也在里面。然后呢，自己能够我的时间段是5年，我觉得10年会有点长我到时候也会变到有点老。我觉得是5年呢，我就能够过上像有些人种花看草有自己的一个爱好，然后在一个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地屋里面我们可以过上比较悠闲的生活，对，不需要就说时间和地点被别人锁定住，然后付出这个比较辛劳的时间才能够换回每天吃到猪肉粉的钱现在已经很贪心了，因为爱吃的东西太多了，就不一定是猪肉粉。但是我想了想，我们现在喜欢吃的东西基本上跟猪肉粉也是差不多价格这差不多不是说那么大富大贵的这些东西嘛，对吧？就是你想明白了，反正金钱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物质上非常奢华的享受，对，不过长久的对我们来讲更适合我们的 organic 的 sustainable 的生活，就是每天吃一吃马来西亚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享受这个自由的空气，然后健康的生活。但是呢接受过什么企业管理HR 这些训练的我就突然想，哇，这一段时间我朋友还说是180年内最旺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轻易就是说给自己这么小的呢？我想我会不会这个目标想小了？我要跟 Trump 学习然后我就想不行，我身体的自由里面我要清晰的描绘一下，我希望这时候不要太贪心，5到10年我们能够
拿到马来西亚的 PR。哦，你这个还不贪心？哦哟，哦哟，但是我心里还加了一句，最好是入籍。OK， 我说如果有这机会，我毫不犹豫拿下。然后吴耀森也让他拿下，既然是愿望嘛，我们要就是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也想到这他肯定也愿意，就是说入籍马来西亚，放弃国籍的。哇，你想的好长远。对，我这就是我清晰的愿望啊。那总结为2个字：自由，身体和心灵的自由。后来呢，我看看，我说既然我这么贪心的都说了呢，我再加2个尾巴吧。哎呦妈，你真的是，哎呦不得了，哎呀，这个好长啊。对，我的想法就是说 ，OK， 那我们把欧卡属于自己的事业也要做好一点啊。我还想过啊，我大概呢，要厉害点，我需要开30家线下的店，然后这样呢，我真的是可以在家里看花玩草，就可以赚到钱了啊。让我们呢，以投资这些店作为我们的本业，然后造福更多的人呢，拥有健康的以食品为主的事业啊。再有呢，就是不说了吧，反正是挺多的。哦呦我的，怪不得你那么长时间啊！可以。对，然后最后我总结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自由啊，这个其他东西都可以忽略啊。蛮好的。对，所以我们回头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我想跟王太也讨论一下，一个地方你看我们到了马来西亚就发现什么东西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这些地方他们的民间呢，在我们原先看起来被压制的很少的这个东西这里就很多，像什么养生中医然后呢还有各种这个传统的玄学、医学，然后宗教这些都很多，对吧？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它这里面的自由带来的是很多其实以前有讨论过的制度上的一些脱敌，还有就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已经到了极致内卷的，然后把人分成这个固化的3、6、9等，然后这里的相对的生活水平和你的努力程度，你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就这种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还有这种自在，甚至是享受型的消费，不是在我们国内是你要达到一定的大富大贵的境界才能够到的。这就滋养出了这一批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是。我对这个看法呢，是我们也是在探索、解密、学习受益这个一系列的过程之中，因为你不能讲科学就是所有。首先，科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对吧？有很多都是科学，这个科学只在世界上诞生了600年，它是解释世界很好的一个方式因此科学的东西呢都可以复现，都可以被验证，都可以证伪，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为什么中国好像是只讲科学，其他东西都会压抑呢？我那时候突然早上我想明白因为首先中国在宗教上的管理就是非常严苛的他不给你其他的出路你其他都不行，你的意识形态又极其的崇尚无神论，那么其他东西一律不都被打为叫封建迷信吗？我们小时候讲的这些词吗？别人又怎么容易很轻易的相信呢？可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像大家现在喜欢，不论是经络、养生中医方方面面的这些，相信的人难道都是特别傻的吗？他们不一定，就是现在不是以前前几年很火的什么量子力学什么量子纠缠还是之类的，就是你有意念上面，然后你有一个大的目标，你会向着这个方向去做，然后你很多的行为，包括说你身体里面的这种磁场，又说人家说什么吸引力原则，对吧？对，你自然就会去吸引一些这些能够帮助你的所谓的这种势或者是力量，帮你去达成。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这个。Exactly， 它就是量子纠缠嘛。那么有些电影像那个什么四维时空，有个谁诺兰拍的电影也是讲类似的事情。对，还有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臣服，你就放下自我的 ego。因为我上次看了一本达赖喇嘛的书吧，它里面就是讲到就是你那个下跪就是在他们藏传佛教里面下跪这个仪式本身在心理学上面就是一种臣服。对，你就把自己放低之后，你才能够就是以那个清空你的 preoccupied 的这种杂念，你才能够接受新的东西。仪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放下这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你会觉得说人定胜天
其实就是一个傲慢的、自大的，没错没错，目空一切，践踏所有所谓规律和你还不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些自然法则。对，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呀。我也觉得这是可以解释很多人会觉得你到了中国会觉得很多中国人没有礼貌啊，他们比较傲慢自大。他觉得他是无所不在的，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一切的神。我觉得和唯物是有关系的，因为啊，当时整个世界思潮啊比较偏左，也是一样，他觉得唯物嘛，通过数学的方式可以计划经济，通过数学的方法，可以规划一切的东西，然后破除一切不存在他们所看不到的东西，那最终的必然就导向了各种各样的垄断啊、腐败啊、一切的问题嘛。那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呢就是和我们刚刚来分析的就是有很多是不存在的，那你要相对的敬畏第二一点呢，你看我在想，那是不是和华人的这些儒教的传统所以这些地区都比较多甚至于影响到了日韩整个东亚都比较多，好吧？那收个尾吧，你说一下对这一次的一个几分钟的一个小小的许愿，你有些什么感受吗？我没有把它当成真的是许愿就能实现。然后我更多的就是让自己更加明白了我们想追求的，我们想过上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觉得更多的事情是要靠我自己去实现的。然后这个许愿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 reflect。一个反思重构的一个机会。对，好的。那对你是什么？对我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你刚刚讲的吸引力法则吧，因为最近很多人觉得哇，我的名字也很旺我今年的运势也很旺，我就突然有很强的自信我觉得我真的有可能会过到很好，做到很好。它给了你一种既不是贪，但是呢又让你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的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正能量，其实这个确实是一种正能量。就是我觉得这个跟3号跟我们怎么说，我以前在职场上也遇到过，就是你会发现你身处在一个别人都比较认可你，或者说你心里给自己暗示说我能行的一个气场环境里面，其实你是被 empower， 对吧？你被别人 empower， 然后被自己 empower， 确实是很容易产生一个无往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和一个行动力。好，反正祝愿每个人也都过到自己心想事成的生活，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对，拜拜。拜拜。